我是不愛放大招。上回咱们聊到，美軍價值7億美金的 E3 哨兵預警機被伊朗給端了。當時我看評論區好多家人跟我一樣，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7億美金，將近50億人民幣，那可是美軍的空中大腦、戰場帥府，一架頂得上好幾架 F-35。多少家人當時就說：“大招，這美國神話是不是徹底碎了？”結果呢，我跟你們說，咱們所有人都保守。就在这2天，美媒自己實錘了 ，NPR、CNN、華爾街日報全炸，不是一架，是2架 E3 哨兵預警機，在沙特蘇丹王子空軍基地被伊朗的導彈跟自殺式無人機一鍋給燴了。一架7億美金，2架就是14億美金，再加上被順帶炸毀的3架 KC-135加油機、2架 EC-130電子戰飛機，還有一堆受損的 F-15、F-16。這零零總總加起來，伊朗這一波空襲直接斬獲了上百億人民幣的超級戰果。家人們，這什麼概念？這是美軍2戰結束81年以來在單次戰鬥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次，沒有之一。當年越南戰爭打了10幾年，美軍都沒在一場空襲裡丟失過這麼金貴的核心裝備。海灣戰爭威風八面，科索沃戰爭橫行天下的 E3 哨兵，居然在伊朗這種被制裁了40年的國家手裡，一次性被炸掉2架。我就問你們一句，懵不懵，離不離譜？孫子兵法有云，擒賊先擒王，打蛇打七寸。伊朗這一手簡直把老祖宗的兵法玩到了極致。別人打仗炸坦克炸士兵，伊朗直接奔着你大腦跟心臟去。本期節目咱們不聊別的，就聊聊這石破天驚的雙殺 Double Kill， 深度拆解3個問題。第一，這 E3 哨兵到底有多牛逼？憑什麼值7個億？他憑啥被稱為美軍空戰體系的定海神針？第二，一次性被打掉2架，對美軍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麼？這僅僅是錢的損失嗎？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伊朗是怎麼做到的？這背後暴露了美軍哪些致命死穴？而這一切又給咱們中國帶來怎樣振聾發聵的啟示？家人们，扶穩坐好，本期視頻將顛覆你對現代戰爭的認知。當美軍的空中天眼被戳瞎，當 F-22、F-35變成聾子瞎子，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上真的沒有什麼是打不下來的。咱們先搞懂第一個核心問題，這 E3 哨兵憑啥這麼貴，又憑啥這麼重要？很多家人對預警機的概念可能還停留在一個大飛機背着一個大圓盤的印象，錯，大錯特錯。在現代戰爭裡，預警機不是飛機，它是體系，是大腦，是帥府。六韜裡講，將者心也，兵者四肢也。心運則四肢動，心廢則四肢僵。E3 哨兵就是美軍整個空中力量的心臟跟大腦。沒了它 ，F-22、F-35再先進，那也是無頭蒼蠅，是待宰的羔羊。咱們先看它的硬件含金量，它是波音公司在1970年代基於波音707客機改裝的超級空中預警與指揮飛機。造價最新的 E3G 改進型，單價超過7億美金，什麼概念？一架 E3等於10架 F-16戰鬥機，一架 E3等於5架 F-15戰鬥機，一架 E3等於2.5架 F-35隱身戰機。美軍現役一共就16架，其中能隨時出動的只有9到10架。這次直接沒了2架，等於廢掉了美軍1/5的機動預警力量。再看它性能，機背上那個直徑9.1米的大圓盤，裡邊藏着 AN/APY-2 脈衝多普勒雷達。探測距離對高空轟炸機、戰鬥機超過600公里，對低空巡航導彈、無人機超過400公里，監控面積30到5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整個日本那麼大。能力呢，能同時跟蹤600個目標，指揮上百架友軍戰機作戰，從敵我識別、目標分配到導彈引導全包了。簡單說，E3一上天，方圓幾百公里內，任何風吹草動，是鳥是飛機是導彈，美軍指揮官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它就是現代空戰的遊戲規則制定者，有了它，你就擁有單向透明的戰場優勢；沒它，你就是睜眼瞎。當年海灣戰爭正是因為 E3全天候盯着伊拉克的天空，美軍戰機才敢肆無忌憚的橫行，打出了1比100的誇張戰損比。所以家人們 ，E3不是飛機，它是美軍霸權在天空的圖騰，是不可戰勝神話的物理象徵。現在這個圖騰被伊朗硬硬的敲碎了2個。好了，E3有多牛，咱們講透了。
現在咱們進入最刁鑽、最核心的部分。一次性損失2架 E3，对美軍來說到底意味着啥？很多家人会说，不就是錢嗎？美國有的是錢。錯，根本就不是錢的事兒，這是釜底抽薪，是斷己之痛。道德經講，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奮有餘。美軍的體系就是典型的奮有餘，極度依賴高科技核心節點，一旦節點被毀，整個體系瞬間崩塌。伊朗這一手正好打在了美軍阿克琉斯之踵上。我給你們總結3大致命損失。第一大損失，戰場失明，空戰體系直接癱瘓，這是最直接最致命的。E3是幹嘛的？是空中指揮中心。美軍在中東的 F-15、F-16、F-22、F-35，甚至航母上的 F-18，所有戰機的空戰行動90%以上要靠 E3來引導、協調、預警。打個比方，就好比古代打仗，E3是將帥里的軍師，手裡拿着沙盤，知道敵軍所有動向。F-35就是冲鋒陷陣的將軍。現在軍師被人砍了，將軍在戰場上，敵人在哪都不知道，怎麼打？沒有 E3提供的軍情，美軍戰機升空就是裸奔。伊朗的導彈來了，看不到；伊朗的無人機來了，發現不了，甚至自己人在哪都容易搞混。美軍專家自己都哀嘆，他們是棋局掌控者，而戰鬥機飛行員只是棋子。現在呢，掌控者沒了，棋子兒就是待宰的羔羊。第二大損失無可替代，全球稀缺，補不上。家人们記住一個數字16，這是美軍全球現役 E3的總數，能動的只有9架。伊朗這一波直接幹沒了2架，這可不是炮彈呀，打沒了工廠可以連夜造。E3的生產線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給關了，現在連零件都不好找。美軍本來計劃用E7替換它，結果呢預算超支，進度拖延，直接被五角大樓取消了。現在的局面就是摔一架少一架，炸一架廢一架。為了填中東這個窟窿，美軍只能從本土、從歐洲、從亞太緊急抽調僅剩的幾架 E3過來救場。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美國本土防空空虛，意味着歐洲方向防備減弱，意味着咱們中國周邊的亞太方向美軍的預警機壓力瞬間大減。伊朗這一拳直接把美軍全球部署的筋骨給打斷，這叫牽一髮而動全身。第3大損失，神話破滅，霸權威信徹底掃地。這是最隱蔽但是影響最深遠的損失。美國橫行世界靠的是什麼？不光是航母導彈，更是我不可戰勝的心理威懾。以前大家覺得美軍的裝備是神裝，是金鐘罩鐵布衫，你根本就打不動。F-117隱身戰機被打下來，那是意外；航母被蹭一下，那是小傷。但這回不一樣，這是最核心、最金貴、最代表體系優勢的 E3預警機，還是一次性2架。魏遼子有言：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器也。棄時則鬥，棄奪則走。現在美國的氣被奪了，中東的盟友看着，連你美軍的看家寶貝都守不住，我跟着你混，安全嗎？伊朗看着，原來你美軍也不是銅牆鐵壁，你的密門我找着了。全世界看呢，原來所謂的最強空戰體系是可以被直接斬首的。這一下，美國80年建立起來空中霸權神話，被伊朗用2枚導彈砸了個稀碎。接下來咱們聊聊伊朗憑啥能屠龍？美軍3大死穴暴露無遺。說到這兒，肯定有人問大钊不對呀，美軍那麼強，愛國者薩德反導系統一堆，怎麼就讓伊朗把 E3給炸了，還是2架？問得好，透過現象看本質，伊朗能成功屠龍，幹掉2架 E3，絕對不是運氣。這背後精準暴露美軍現在3大致命死穴，每一個都足以致命。第一個死穴，傲慢輕敵，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大家想想 ，E3 多金貴，全球就16架，結果美軍呢，一口氣把6架 E3全部部署在離伊朗僅幾百公里的沙特蘇丹王子基地，還全部停在露天停機坪上。這叫什麼？這叫示敵以弱，這叫送人頭。美軍就是太自信了，覺得伊朗不敢打我，也打不着我。所以呢，無所不備，實則無所不寡，把所有寶貝疙瘩全堆在伊朗導彈的眼皮子底下，連機庫都捨不得進。結果呢，被伊朗一波流給帶走。這不是伊朗太強了，是美軍自己的傲慢害死了自己。死穴2，防空廢柴，愛國者薩德全是紙老虎。咱們總聽吹美國愛國者3薩德系統天下無敵，能攔截彈道導彈，能攔截隱身戰機。結果呢，伊朗發射了6枚彈道導彈，10幾架自殺式無人機，
美軍只攔截下來2枚導彈，剩下的全砸在基地裡。價值数十億的反导系統在伊朗的老式导彈面前形同虛設。为啥呢？第一，饱和攻击，伊朗算准了你拦不过来；第二，真假难辨，导彈加無人機一起上，你雷達根本就分不清主次；第三，美軍體系漏洞，E3都被炸了，誰來給愛國者提供遠程空情預警？這就叫一環破，環環斷。你的防空系統本身就依賴預警機引導，現在預警機被炸了，你的防空網自然就破成了篩子。死穴山外強中乾，高科技依賴症，致命短板。美軍現在的軍隊是高科技嬌貴兵，什麼都要靠 GPS、靠數據鏈、靠預警機。一旦某個環節被掐斷，立刻抓眼瞎。反觀伊朗是泥腿的實戰軍，被制裁40年，什麼都得自己造，什麼都得用最笨、最實用的辦法。我不跟你拼隱身、拼電子戰，我就跟你拼誰能找準你的命門。韓非子說是術而不是信，是法而不是愛。伊朗的是術，用精準戰術打擊你的核心；美軍呢是氣，依賴先進的武器，傲慢自大，結果術破了氣。同志們，2架 E3 14億美金，上百億戰果，伊朗用一場教科書般的斩首行動，撕碎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打斷了美軍空中霸權的脊梁。戰國策語：事有易事，物有反常。今天的反常就是明天的常態。當美軍的 E3 哨兵淪為廢鐵，當 F-35變成真眼瞎，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舊秩序的崩塌，跟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我是不愛放大招的大招，下期再見。